绝对是14年前最吓人的日式恐怖片，也是无数网友的童年阴影。咒怨系列10周年纪念作品《咒怨百老妇》，友情提示：前方高能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男人被发现吊死在树上，而在他身前还放着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录音机。下一秒，手提包里竟然长出了头发，而这诡异的一幕还要从17年前说起。圣诞节这天，小帅拿着蛋糕来到一间老宅前，可敲了几声门后，却迟迟不见有人前来。就在他转头准备走的时候，身后的房门竟自动打开了。ごめんください。ご注文のクリスマスケーキお届けに上がりました。今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はい。可几分钟过去了，女人依然还是没有出来，小帅有点坐不住了，于是再次催促对方。可等到的回复却是和先前一模一样。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小帅一时也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就在这时，熟悉的话语再次在耳边响起，只是这次多了物体摔落在地上的声音。小帅听到动静后，小心翼翼来到厨房，可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这时，卫生间里传出水流的声音。小帅进来将水龙头关闭，然而就在这时，身后的窗帘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小帅一把将窗帘掀开，可看到的却只有被烧焦的浴缸。就在他疑惑不解时，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女孩。小帅急忙跟了上去，只见小女孩走进一间屋子，随后房门被关闭。见对方迟迟没有出来，小帅便鼓足勇气打开房门，结果却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。小女孩被割掉脑袋死在了床上，这一幕吓得小帅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。ちょっと手が離せなくて、すぐ行きますから。循着声音的方向，小帅走进一间屋子，结果却看到刚刚那个女人被杀死在了地上。这一幕再次把小帅吓得连连后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更加恐怖的来了。小帅自从遭遇凶宅闹鬼后，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，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。女友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于是便拿上礼物和蛋糕想逗她开心。然而就在女友拿起刀准备切蛋糕时，小帅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白天看到的恐怖画面，直接捂着嘴巴冲进了厕所。女友好心的给他抚摸后背，便给了他一个爱的拥抱。然而小帅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他缓缓推开女友，结果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小帅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皮球从房间里滚了出来，接着一双苍白的手将皮球捞回。片刻之后，更加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眼看白老妇就要冲到身前，小帅直接抄起刀，闭着眼刺了上去。可等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却发现被刺中的竟是自己的女友。女友痛苦哀嚎，双手不断试图将小刀从脖子上拔出来。可不料此时小帅竟猛地扑上去，将女友死死压制在身下，接着1刀、2刀、3刀，直到女友彻底没了呼吸才停下来。另一边，一个小女孩搭乘父亲的出租车前往学校，可就在准备下车的时候，竟发现座位上莫名多了许多粘性液体。父亲告诉她，这兴许是上一位乘客留下的。等女儿走后，父亲坐在车上仔细回想，究竟是哪位乘客干下的好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通过倒车镜竟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了后排。他急忙转头看去，可奇怪的是身后竟空无一人，只在座位上发现了一个手提包。随后他急忙下车，小心翼翼将手提包打开，里面居然装着一个小女孩的头颅。下一秒，这天，小女孩丽丽一家人在黑心中介的介绍下住进了这所凶宅。龟田在参观房间的时候，竟被眼前的镜子彻底迷住了。他上前一把将帆布掀开，接着伸出手去抚摸。可下一秒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おじいちゃん、どうしたの？只见龟田目光呆滞，他并没有理会丽丽，而是径直走出了房间。可就在两人离开后，龟田的身影竟诡异地出现在了镜子中。从那以后，他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了，时常会趁着四下无人对丽丽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。这天，小西来到丽丽家中玩耍，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丽丽不断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。お母さんとか知ってるの？どうして？言えないよ。一緒に住んでる。前からそうなの？ここに越してから急に。あとお風呂から出ると下着なくなってたりとか。え？
就在这时，龟田走了进来，他一把拉起小西扔出了屋外，接着将莉莉带到2楼欲行不轨之事。看着窗前苦苦向自己求救的好友，小西心中虽有万般悲痛，可最终还是选择无视，直接离开了。而至此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了。这天夜里，他拿起球杆走进哥哥的房间，一杆下去稳稳命中对方，当场被打死。接着他又来到痴呆母亲的房间里，从后面用绳子直接勒死了她。解决完2人后，他找到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的嫂子，趁对方不备，直接从身后将其一刀毙命。接着他又来到客厅，将大侄女一拳打倒在地，随后将其一路拖进了浴缸里。接连干掉4人后，龟田并没有收手的意思，而是转身就来到了2楼。他将莉莉按倒在床上，接着掏出电锯，活活锯下了她的脑袋，最后装进了手提包里面。到了第2天，龟田搭乘出租车来到郊外的树林，准备上吊自杀，同时身前还摆放着那个手提包和一个录音机。就在这时，手提包里的莉莉竟然开口说话了。早く来て。怖いからこっちに来て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最后，龟田吊死在了树上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转眼时间来到7年后，这晚独自一人在家的小西突然看见死去已久的莉莉出现在眼前。あかねちゃん。ごめんなさ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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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番诚恳的道歉后，莉莉的身影竟然消失了，只在地上留下了一个玩偶，而这正是他当年送给莉莉的礼物。看来是莉莉原谅了自己。令人闻之色变，见者必死的咒怨，也终于难得善良了一次。所谓的咒怨，是当人在极度悲怨中死去，就会有一个诅咒随之诞生，怨念积聚于那个死亡之地，只要遭遇它的人就会死去，而一个新的咒怨也将再次诞生，永无止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香猪，咱们下期见。